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拜登政府高调向乌克兰提供 M1 坦克，俄军恐怕梦里都会笑醒。1月26号，拜登政府正式宣布向乌克兰提供30辆美制的 M1 埃布拉姆斯坦克。此前呢，美国已经强迫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一大批德国制造的豹2坦克。这个决定一出，舆论哗然。不少美国分析人士指出 ，M1 上面有大量的美国军事机密，万一落到俄军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关于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上有多少军事机密的问题美国的很多专家总是把他的目光对准了所谓的平化铀装甲，把平铀合金制成网状结构，嵌入钢制或者是陶瓷的机体内，做成装甲块，然后嵌入坦克的外壳，就成了平铀装甲。网状平铀合金呢，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是对包裹在其中的每一个网格中的陶瓷块起约束紧固作用。平铀的密度呢为 18.7 克每立方厘米，是钢铁密度的 2.5 倍，可以有效的减少陶瓷装甲在应力波下面的损伤，提高装甲的整体的强度。美军的埃布拉姆斯坦克安装了用平铀合金网加固的复合装甲，防护能力大大的增强。如果担心泄密，美国可以在提供给乌克兰坦克上的平铀装甲把它拆掉，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其实对俄罗斯来说如果得到了埃布拉姆斯，最大的收获并不是装甲。俄罗斯本身拥有非常先进的装甲材料技术，不但比德国更加先进，而且和美国基本不相上下。俄罗斯自己也拥有先进的平滑铀加工制造技术，不需要从美国人那里得到什么灵感。真的会暴露西方军事机密的，其实是发动机和变速箱。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个领域要比俄罗斯先进得多。早在冷战时期，苏联在坦克柴油机技术上就远远落后于德国，在燃气能机技术上也比美国要差。苏联解体以后呢，俄罗斯政府基本没有向坦克工业投资，发动机技术停滞了20年左右。西方国家在自动变速箱方面的技术优势比发动机更大。美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德国在60、70年代就已经在坦克装甲车辆上使用自动变速箱了。中国是到21世纪之后才突破了相关的技术。如果能够在乌克兰战场上缴获一些西方坦克，肯定就能拿到先进发动机与变速箱的组合，这对于俄罗斯坦克技术的进步将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可以预测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缴获埃布拉姆斯或者是豹2，拿到先进发动机和自动变速箱，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自动变速箱呢不是那么容易维护的，坦克自动变速箱的维护保养要求就更高了。乌军拿到西方坦克，培训过程呢安排大概是6周，这只能解决驾驶和操作问题，维保是解决不了的。一旦因为保养上的缺陷导致坦克趴窝，你想把60、70吨重的坦克从乌克兰的泥泞地里面拉回修理厂，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西方先进坦克落入俄罗斯人之手，导致军事机密泄露，这是有先例的。1982年，叙利亚军队在黎巴嫩设伏围歼了一支以色列坦克部队，缴获8辆坦克，其中1辆送给了苏联。这一辆坦克里面有英国设计的105毫米火炮和一批以色列自己研制的穿甲弹。苏联军方拿到以后做了前面的测试，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这种穿甲弹可以把当时很先进的特切尔坦克轻松地打个窟窿。于是苏联紧急在坦克上面加了一层硬质合金钢的装甲。西方一直到冷战结束以后才知道这件事。所以拜登政府这次铤而走险，要把最先进的坦克送到乌克兰去，俄罗斯军方恐怕是梦寐以求，做梦都要笑醒了。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